欢迎来到 Edwin 的电影沙龙。今天在沙龙里 ，Edwin 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缅怀李行导演。记得在8月20日近中午的时候，关于李行导演逝世的消息就一则一则跳到我的手机里面。回想在差不多8月20日，那差不多是将近4个月前，在4月29日，那是 Edwin 最后一次跟李行导演见面，恰好也是李行导演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那是台南艺术大学在为资深影评人黄仁，同时呢也是南艺大的荣誉博士，举行逝世1周年的追思会。李行导演不辞辛劳，亲自搭乘高铁南下，又转搭巴士，几乎是万水千山的来到这个艺术的学术的圣地。Edwin 印象很深，是那时候我们午宴的时候，李行导演人已经消瘦，他几乎没有吃东西，那说是没什么胃口。可是在纪念会上呢，李导演依然手持麦克风侃侃而谈，谈他跟黄仁老师之间超过半世纪的深厚交情。那些50年前、60年前的那些点点滴滴的事情，在他说来好像就是上个月一样。他巨细靡遗的描述当时跟黄仁老师在那个小窝小房间里面怎么样子的聊戏剧、聊电影，聊到慷慨激昂处，比手画脚，口沫横飞。那些当年的豪情，我们算是年轻一辈的电影工作者、电影研究者，听的真的是一愣一愣的，好像在听什么神话故事一样。这就是李行导演，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能量完完全全奉献给电影。只要是为了台湾电影需要发声、需要站台、需要出力，李导演永远义不容辞。他带领着后生晚辈，一步一脚印往前迈步而行。我们 Edwin 的电影沙龙之前做过李导演，做过好像1集还是2集。从今天开始，会是一个要献给李行导演的专辑。我们今天算是一个总纲，跟大家聊一聊我心目中的李行导演，我所缅怀的李行导演。李导演拍过超过50部电影，那这50部当中呢，有台语片，有国语片，有黑白片，有彩色宽银幕，有史诗，有文艺小品，有浪漫多情的琼瑶文艺，也有庄严端正的像是秋决。那今天这个所谓的总论总纲呢，真的想要讲的话好多，可是我们总希望大家能够再进一步的靠近李行导演这些精彩的好片，真的是不能够让他被忘记。李行导演是一个非常重视伦理道统的创作者，他对于他身边的创作班底，对于整个团队，都投射了一种属于家的使命感。记得我们之前的节目就在谈家这件事情。那尤其呢，李行导演就是在差不多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李导演的创作班底已经固定成型，固定就是这几个人。观众朋友们一定很熟悉的男主角，从早年的柯俊雄到后来的秦汉，女主角呢，从唐宝云到珍珍，再到林凤娇。更难得可贵的是，在这些俊男美女身边扮演长辈的那一群，曹健啊、傅碧辉啊、葛香亭啊、张冰玉啊、崔福生啊，这是一个从荧幕上到荧幕下都彼此熟悉的团队。导演有新戏要开，大伙儿就好像又多了一次团圆的机会。Edwin 在整理李行导演的相关资料的时候呢，其实以往总是喜欢看他当导演的时候那个豪气干云，那个气象万千的那种感受。最近我的眼光
被1980年代初期以及中期台湾影坛当时正掀起新锐导演说法的那个时候的李行导演所吸引。新锐2个字其实勾出多少前辈影人的矛盾心结，而以李行导演当时的声望还有影坛地位，那无疑是首当其冲。可是李行导演自己就曾经在媒体专访里面有点像自我反省一样，他正面回应了关于这种新锐，还有关于说他的电影里面都在谈道统，都在谈伦理的这种说法。李行导演觉得长年以来他的作品的确持续在巩固那份源自于传统文化的道德观，还有所谓的正统思想。他从自己电影里面所看到的，大部分是上对下的人伦关系。在他的电影世界里面，长辈很多时候都代表了绝对的权威。任何的青春叛逆，在喜剧收场的和解、大和解的前提之下呢，通常都会被处理成具有某种程度青春叛逆向传统屈服或者妥协这样的局面。不管是路，不管是小城故事，当然也有例外。我们信手拈来，彩云飞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不过李行导演当时他就说了，他已经意识到这样的社会终究会成为过去，恋战呢只是突然增加他们的所谓的无力感而已。这些观念的转变或许没有完完全全反映在他想要诉说的电影故事里头，然而在他提携后进，带领台湾影坛继续前行的，他不当导演到后来又有30多年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说李导演电影里面的那些人伦道统，反而成为他更强大的动力来源。进入到1980年代中期，李行虽然仍然有机会拍了《细雨春风》还有《唐山过台湾》，但是即便是 Edwin 当时年纪才多小，我看这些电影我都觉得有那么一种创作者好像时不我与，这些是属于比较老派的这种电影，哇，那个感受很明显。老班底呢也逐渐从第一线工作退下来，长期合作的张永祥老师转任电视台，李行导演也慢慢把生活的重心从电影创作调整成为电影而付出。大家最喜欢提的张毅导演、杨惠姗主演的《玉清嫂》，就是李行导演亲自策划的。原著白先勇多想要让李导演亲自来导演，可是李导演说，我已经决定力挺新人，我就真的要力挺到底。玉清嫂之后，张毅、杨惠姗在我这样过了一生再结前缘。这部电影呢是在中影所拍摄的，结果啊求好心切，电影超支好多，也超过原来的胶片期限。那个时候的中影行政团队已经不是原本那个名记名老总电影新浪潮那种宠爱几乎到了溺爱年轻导演的那种状况。当时的中影行政中枢呢祭出铁腕措施，超支而且你超过期限，他们就收回敞篷资源，限制美术组的参加，而且把摄影机直接没收发派给其他剧组，说是想要挫一挫新锐导演的锐气，要他们服膺体制内的规范。这件事情让李行导演知道了，他亲自奔走，亲作调人，想尽一切办法，希望中影还有张毅导演双方不要真正破局。几经努力，最后终于达成共识，成就了继玉清嫂之后我这样过了一生。这虽然是一次不大不小的风波，可是对李行导演来说，也让他更加笃定，希望能够推动成立一个协会组织，来保障电影工作者
在创作的自由度。1989年的5月，中华民国导演协会终于成立，李行呢出任了第1届的理事长。他从自己创作电影到为业界好友挹注拍摄电影，说的呢就是 Edwin 最为着迷的李翰祥导演。那个时候，白景瑞、胡金铨、李行挹注李翰祥，大家一起合拍了《喜怒哀乐》。然后李行导演挹注电影之后呢，又提携后进，策划电影。之后他为了整个电影产业，为了整个台湾影坛，两肋插刀在所不辞。所以说李行就是台湾电影的教父，李行导演就是整个华语影坛公认的我们的大家长。前面说到2021年的4月29日参加黄仁老师的追思会，我们在行程里面呢参观台南艺术大学音像所黄仁老师的纪念书房。李行导演就突然要我靠近他，我当时蹲在他的轮椅前面，他拉着我的手，谆谆说起几年前我和我的同学媒体人童一宁一起为明纪先生所撰作的传记《台湾新电影的推手》。李行导演说他读完之后很喜欢，正好遇到我，就当面嘉许我了几句。然后他还问起我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我就跟他说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书。梁山伯祝英台问世马上就要满60周年了。李导演顿了一顿，然后他说现在年轻一辈可能已经不认识梁山伯祝英台，也不认识李翰祥了。然后他稍微加强了语气，你一定要好好写。在8月20日接近中午的时候，手机里面讯息一则一则的跳出来，朋友们都告诉我，李行导演昨天晚上8月19号晚上过世了。我的脑子里面一片空白，虽然早就知道李行导演年纪已经大了，身体很不好，但是当真正我们被告知他走了，他到天上了，仍然非常非常的震惊。当时想到的就只有2个字，谢谢。我要谢谢李导演，我们都要谢谢李导演，谢谢您，李行导演。今天 Edwin 的电影沙龙，谢谢李导演，我们下次再会。